你要干什么？我要拿世界第一！在哪儿？还有谁？在昆曲。屏幕前这个小伙说他是下一个死神方便，一点都不过分。目前一共打了31场比赛，全部都是以 KO 的方式获胜，并且面向镜头向全世界所有选手发起挑战，表示他会在未来这段时间冲击世界第一的排名。不服就准备迎接他的挑战。这位口出狂言的小伙子正是咱们河南周口的徐元庆。别看他年龄不大，但是在国内打比赛可是有一段时间了，拿下的豪华战绩更是数不过来，不是重拳 KO 就是打的对手抬不起头，最终认输投降放弃比赛。徐元庆也从别的赛事转战到武林风，为的就是让咱们台下的中华百姓也能近距离看看什么叫做天才少年。不过初次来到武林风的擂台，徐元庆就碰上了一位搏击狠人，他就是来自比利时的扛把子选手司南。此人不管是比赛经验还是战术打法，都比徐元庆要更加成熟。之所以能够来到武林风的擂台，是因为比利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手比他还要厉害了。两位都是敢打敢拼的选手，初次碰面究竟会碰出怎样的火花，相信大家也都迫不及待了。那么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长按点赞3秒，咱们直接来到比赛现场。红色方是咱们的搏击天才徐元庆，蓝色方则是比利时的扛把子司南。两人在赛前也有一段不可言述的渊源。徐元庆在上场比赛获胜之后，也是大放狂言，直接喊话挑战所有选手，自己将会成为下一个世界第一。这也让初次来到中国打比赛的司南十分不爽，认为徐元庆实在太狂了，所以决定让徐元庆在家门口好好的栽个跟头。不过徐元庆能够这么狂，也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实力有多自信。把他被 KO 的视频拿给我看了，哇！他想扮猪吃老虎吗？哇，这一招是绝了。是，一般的运动员都会把一些最好的拿给大家看。那后来就是我确定啊，那个人是谁，因为有其他赛事把他的国籍搞错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判断是不是那个人。而且他之前打70公斤的，这次跳升上来打77。那面对我们这个徐元庆，2001年的。安老师最怕这2000年后了，太年轻了，一直提醒着他自己的年纪。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搏击的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而且就是相当成熟了，就已经能够登。身为新人拳王的徐元庆，在这场比赛中并没有因为对手是老将就放不开，反而敢打敢拼的战术施展得更加凶猛。在擂台上也是抓住机会就主动出击，频繁的重拳更是把司南给压在擂台角落里连续后退。不过他也是打穿整个比利时拳坛的男人，面对如此不要命的打法，更是不想丢了面子，硬着头皮也打算和徐元庆在内围分个高下。稚嫩没有，虽然也很年轻，虽然是第一次来，但是感觉真的很老练。他以前这个在8号演播厅比赛的时候，只要有顺远的运动员出现，他就会跟着，就是个小跟班。那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原来他已经是很能打的一个小运动员了。哇，很厉害。是。他是从这个13岁就开始跟着胡老板，所以他有个绰号就叫13。对，训练蛮多年了。平时徐元庆也很刻苦，很勤奋。对。那徐元庆就是动作多赶攻。在体型方面，老将司南其实更占优势，1米多的大长腿也是在这场比赛中发挥的淋漓尽致，总是能在中远距离的情况下用腿法压制徐元庆。反看咱们的中国小将徐元庆，则是和他大不相同，表面上是和对手进行腿法互换，其实腿法只是为了迷惑对手，真实目的其实还是用自己的精准重拳打出优势，只要有机会就会送上一套组合连击，这也让他拿到了很多点数优势。不要站住，不要站住！相信今天这个对手跟徐元庆之前打的可能比较不一样，对，比较老练，技术也比较沉稳比较细腻，打得准。所以这个徐元庆刚开始想冲几次都被打到下巴了。还有10秒。对。刚讲完。徐元庆不管37、21，我不管你有没有打到我下巴，我就把你打回去，轰回去了。太帅了，徐元庆。比赛来到第2回合，经过第1回合较量，徐元庆已经拿到了巨大优势，更别说在第1回合末尾，徐元庆还击倒读秒的一次司南，尤其是在高手对决中，这一次击倒读秒就可以决定比赛胜负。不过就算徐元庆已经拿到了巨大优势，但是进攻却是丝毫没有减弱，反而是加快步伐移动，时时刻刻都在移动脚步，逼近司南内围发起猛攻。看样子是根本就没想着和司南打完3个回合，就想在这回合彻底终结司南，直接抬走。这个前手上钩，前手上钩拳通常是比较冷的，那徐元庆能够躲掉，代表他眼力不错。对。
不是不要打人都可以，不是闪身换车。哇，高一点。有了多的教练之后哈，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顺远的运动员的进步。对，他们以前更多的时候是经验比较多的老队员带新队员。是。那也是因为顺远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他老板又采取一些补强的教练团队。对。随着比赛持续进行，相信大家也都看出来了，两人都是敢拼敢打的拼打型选手。你打我一拳，我绝对要还你2拳，一点不怂，就是正面硬刚，完全不带怕的。尤其是徐元庆，更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哪怕硬抗思南的重拳反击，也要逼近思南内围发起猛攻。先不说徐元庆打得怎么样，就这种气势就已经彻底碾压了思南，更别说徐元庆打得还特别暴力血腥，怪不得徐元庆会被称为下一个死神方面。这位小孩前途非常的有很希望，年轻。对。我们不敢说无量，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还会遇到很多事情，会发生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情况。对，所以还年轻啊。哇！那也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战绩很完美就有所松懈，因为那个在全世界还有更多高手在那边等着你。对。像今天这个思南就是必须要过的这一关。没错，但相信过了这一关，他徐元庆也会再有一个提升。是。你看这个思南虽然是好像是没有名气的运动员，但是呢他的技术就在那边。对。好，还有10秒。同时要小心对方的高手踢。哦。对方的高手是很冷的。第3回合开始，如果不说此时的徐元庆只有18岁，小编还以为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呢。面对比赛经验丰富的思南，徐元庆不仅不落下风，甚至还隐隐压制了思南，彻底掌控比赛节奏。如果再给徐元庆一些成长时间，相信徐元庆一定可以超越死神方面，成为中国拳坛领军人物，甚至都有可能震惊世界，成为世界顶尖选手。就看之后徐元庆能不能顶住压力，成功登顶了。哦，高扫上来还好，这个发力不安全。果然，这个思南准备好了他的高扫。对，这个都已经想好了。希望那个徐元庆也要有这种感觉，对手已经在瞄准你。对。这个在场上，其实2个人都要互相捉摸对方的心理。是。要叠对叠啊！哦，这放下。抓得出，对，不是现在抓得出啊，抓得应急。现在胡老板睡，我们徐元庆这个在之前拿到一次强毒但是呢后面渐渐的思南找到自己拳击的方式。是的，所以徐元庆也有点陷入苦战哦，要小心。手打起来，前手黄圈应急砍出3、3。比赛马上结束，此时的徐元庆彻底掌控比赛节奏，全面压制了思南。无论是比赛点数还是比赛节奏，徐元庆都完全碾压了思南。更别说思南还被徐元庆击倒5秒了一次。只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徐元庆不出现致命失误，最终结果一定是徐元庆赢得比赛胜利。反观思南心里也是清楚，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如果再不发起进攻，最终一定会输掉比赛。所以说，也是不再保留全力开始反击，时时刻刻都在移动脚步，逼近徐元庆内围发起猛攻。这个比赛结果要交给裁判了。随着裁判宣布比赛结果，最终也是由徐元庆赢得比赛胜利。你喜欢徐元庆这个小伙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让我们下期再见。